还是首富家最嚣张跋扈的儿媳妇，不仅每天拿腰带抽打帅气的老公，甚至让公婆给她包屋子火龙果。可是男人不仅不生气，甚至给她一张不限额的黑卡随便刷。而就在女孩再一次欺负男人的时候，却被一道无声的惊雷劈中，瞬间女孩就觉醒了恶毒女配记忆。原来她是男频小说里的花痴女配，被男主下药送给几个秃头老总拿业务，却在关键时刻被儿时竹马救下。在男主的蛊惑下，她一直以为是竹马对自己图谋不轨，于是仗着怀孕每天都对竹马又打又骂，生王后还企图毒害风4年，独占家产，为男主的事业添砖加瓦，最后硬生生把风4年逼成了大反派，而他自己也落得个被送进局子的凄惨结局。靠！苏浅浅仰天大骂，怪不得他最近觉得脑袋糊，总是想不明白事情，焦躁的天天想打人，原来是被剧情控制，被男主洗脑了。还没接收完脑子里的信息，他突然看见风4年光着身子跪在地上，身上还有几处抽打的痕迹。男人漆黑深邃的眸子仿若幽潭死水，寂寥冷沉，声音平静：“打完了吧？”冷风灌入室内，苏浅浅瞬间汗毛直立。他要是风4年，早把自己大卸8块了。苏浅浅不说话，风4年就默认他同意了，穿上衬衣遮住后背的伤痕，站起来捡起地上的皮带。突然一道闪电照亮男人沉冷的半张脸，在夜里如同鬼魅，仿佛下一秒就要说：“那该我打了。”苏浅浅回想自己干的那些蠢事，越想越害怕，大喊：“我有晕打症，你别打我！”说完身体一歪，晕倒在地毯上。他就不信他都晕了，风4年还打他。风4年沉默地看着晕倒在地毯上的苏浅浅，面无表情。毕竟装晕的招数苏浅浅用过好几次，有一次在他研究所，苏浅浅当着他同事的面晕倒，醒来说自己在家虐待他，天天让他洗衣服做饭，衣服必须手洗，不然就不给他吃饭。明明给他洗衣服做饭，又不给自己吃饭的人是他。还有一次在家，他当着爸妈的面装晕，说自己晚上不让他睡床，他只能睡地板，明明睡地板的人是自己。最近一次是自己碰到了他的手，他就晕了过去，醒来说对自己过敏。你永远猜不到他下一步会怎么折腾。但风4年对这些已经习以为常，只好把他抱到床上，总归晕了就不会嫌弃自己碰过他。等家庭医生来确定他没事之后，风4年这才步履蹒跚地离开卧室。卧室门关上，苏浅浅松了口气，随着脑海中的记忆浮现，他知道并非是风4年设计强占他，而是男主下药害他。想想自己之前的恶毒行为，苏浅浅苦恼地揉了揉头发，欲哭无泪。冷静下来后，苏浅浅扫到墙上的镶钻挂钟，看了眼时间，晚上12点。他满心焦急地起床，自己刚才把风4年打成那样，怎么说也得给他上药博好感才行。离开卧室，外面黑漆漆的一片，整栋房子都没开灯，只能借着窗外灯光隐约看见。接着苏浅浅便听到一阵诡异的咚咚咚声，声音沉闷且有节奏，有点像午夜凶铃。房子温控过低，苏浅浅摸了摸胳膊上的鸡皮疙瘩，又怕又好奇地循着声音往3楼客厅走去。到了同样一片漆黑的客厅，他吓得瘫软在地毯上，手脚发软。客厅旁边的半开放式厨房里，一个穿着沾血白衬衣的男人站在中岛台前，刘海遮眉，手里握着一把菜刀，大力且有节奏地剁着案板上的血肉。咚咚咚咚，空气中弥漫着甜腥的血肉味，连绵不绝的剁肉声响彻午夜的客厅。男人身旁的白色蜡烛将他半张脸映得诡异又异类，他手边堆着一堆染着红色的血肉，就像半夜索命的燕尾。一道响雷在耳边炸响，男人抬头发现他的存在，握着沾血菜刀的手顿在空中，阴郁冷寂的目光投过来，落地窗外的天际忽现白光，将他阴冷立体的侧脸照亮一半，随之而来的是震耳欲聋的惊雷。苏浅浅吓得心跳漏了一拍，瞬间瘫坐在厚厚的地毯上，他不停地往后挪身体，张了张毫无血色的唇瓣，吓得话都说不利索。你别剁我，求你了。风4年神色一凝，拿着沾血的菜刀快步走过来，随之而来的还有身上的血腥味。屋外电闪雷鸣，配上这副恐怖的场景，苏浅浅顿时心如泪鼓。俗话说得好，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，可是他亏心事做了那么多，他不怕谁怕？随着风4年拿着菜刀逼近，苏浅浅尖叫了一声，慌忙往楼下跑去。可是跑到楼下的客厅后，苏浅浅又差点被吓晕。此时的客厅一片漆黑，茶几上放着盏白色小夜灯，灯光昏暗，自下而上照亮沙发上夫妇的下半张脸，他们嘴角染着红色，一动不动地看着他，好像深夜出没的厉鬼。女人伸了下沾着红色的手，声音疲惫地开口：“你现在饿了吗？不好意思，夜太深，我有点饿了，吃一点点。”仿佛下一句就是但没吃饱，可以吃你吗？苏浅浅吓得冷汗直流，恐惧像只看不见的大手攥住她的心脏肺腑，呼吸艰难。就在这时，不远处传来急促的下楼声，她僵硬地扭头，就见风4年拿着菜刀站在楼梯口，前有狼后有虎。苏浅浅几乎心脏骤停，像瞎子一样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往门口跑。手术上门把手那刻，她的肩膀被人按住，又想往哪儿逃。男人低沉的声音犹如捕猎的地狱恶鬼，阴湿黏腻。苏浅浅侧头，一道闪电划过天际，照亮男人骨节分明大手上的血迹。她被吓得一哆嗦，风家人被她虐待了那么久，心里扭曲，想杀了她不是没可能。这么一想，苏浅浅眼前一黑，身体一软，直直倒向地面。这次是真晕了。风4年赶忙伸手揽住她的腰身，坐在沙发上的丰富连忙丢掉手里的火龙果，起身打开客厅的吊灯。风母面色着急，小祖宗又怎么了？闹什么？是不是你没听他的话？快把人抱回房间请医生看。丰富也满脸不满，大半夜你拿个菜刀干什么？一身猪肉味儿，跟屠夫一样，吓不吓人？风4年哐当一声把菜刀丢在桌上，扫了眼父母沾着水果汁水的脸和手，仿佛在说你们也没好到哪去。
风努擦了擦嘴角，大笑：“我们这不是给你媳妇包水果包饿就吃点。”转头用丝巾擦了擦丰富挂着火龙果汁水的嘴角，一脸埋怨：“还不是你媳妇说吃我跟你爸包的水果，孩子会变聪明，明早就要吃上不带籽的火龙果樱桃草。我跟你爸只能连夜给他包水果梯子，眼睛都快熬瞎了。我都不想说，昨天在菜里放爆辣火鸡面酱，不准我们吃别的菜，今天要吃我们亲手剔的无籽水果。谁家好儿媳这么折腾公婆？我和你爸明早还要上早班，天爷啊，还让不让人活了？我跟你爸拿绳子上吊的时间都没有。”风四年抱着苏浅浅进了电梯，将两人的抱怨隔绝在电梯之外，低头看了看怀里满头冷汗的人，视线移到他尚未显怀的小腹上，眼底闪过一丝无奈。出了电梯，抱着女孩走路，牵动背后的伤口。风四年眼底的无奈被冷漠取代。苏浅浅早就不是小时候的苏浅浅了。苏浅浅醒来已经是第二天中午，风四年端着餐盘进房间，把餐盘咚的一声放在床头柜上。是苏浅浅想到昨晚他剁肉的场面，躲进被子里大喊：“我还怀着你的崽，你不能剁我！”风四年没空陪他在这儿闹，厌烦了他的把戏，冷冷丢下去剁的猪肉馅，随即清退房间的多余人员。唯一剩下的一个小女佣把餐盘里的馄饨端在苏浅浅面前，小心翼翼问：“苏小姐，要现在吃吗？”苏浅浅看向小女佣端着的飘香馄饨，想到风四年刚才的话，剁猪肉馅，电石火花间想起来一些事。他之前每次孕吐完都要打骂风四年，打完不让他给伤口上药，就赶他去做饭，所以昨晚他是在连夜剁馄饨馅。妈呀，刚挨完打就要带着伤口去做饭，这是什么惊天小苦瓜？这居然是自己做出来的事，自己仗着风四年设计强占他为非作歹，所有阴招全用风家人身上，把风家人当成日本忍者，实在是太过分了。小女佣见他不说话，连忙换了托盘里的无籽火龙果和樱桃，这些是先生和太太连夜给您准备的，您要吃吗？苏浅浅眼前一黑，又要晕过去。感情公婆半夜是在给她剔水果子，只因为她说今天早上要吃无籽的。至于为什么不开灯，这要问苏浅浅自己。自从她住进风家公馆后，便要求晚上9点之后房子里不许有一丝灯光，不然会影响她睡觉。有次公婆下班回来晚，忘了这茬开了灯，苏浅浅立马跟泼妇一样，把3楼客厅和卧室里所有价值连城的唐宋花瓶从3楼丢下去，大骂：“我怀着孩子在这个家过不好，大家都别想好过。”那次过后，风家没人敢挑战她的权威，家里的狗见到她都避着走。她上辈子是救了风家全家的命吗？苏浅浅把脸埋进被子里，抱头痛恨：“呜，我真是大蠢猪！”小女佣上前也不是，退后也不是，端着果盘局促地站在原地。此时一道手机铃声解救了她，小女佣拿起苏浅浅响个不停的手机：“苏小姐，您的电话。”苏浅浅无精打采地接起来，放在耳边，一道温润的男声灌入耳中：“喂，阿浅浅，我没有打扰到你吧？风四年就是个有精神病的傻子，真是辛苦你跟他待在一起了。最近我也挺忙的，没时间去看你。公司最近和省研究所接上了一个项目。”他叹息道：“要是能提前从风四年手里知道项目数据就好了。”苏浅浅有些迟疑地回应了一声。陆景晨继续试探道：“阿浅浅，我上周给你买了条项链，你什么时候有空？我送给你。你如果能帮我从风四年手里提前知道一点项目数据，对我会有很大的帮助。”苏浅浅瞬间呆愣，和小说剧情一模一样。和他通电话的是小说男主陆景晨，怂恿他去风四年书房偷项目数据。阿浅浅，可以吗？电话那边陆景晨的声音让苏浅浅回神。当初他和风四年睡在一起后，风家拿了酒店的监控录像给他看，可是当时他受陆景晨的鼓动，根本不相信。如果他现在重新拿到监控录像，证明监控没有被篡改的痕迹，就能完全证明小说剧情的真实性。风四年真的是被冤枉的。有了目标，苏浅浅收拾好心情，声音带着虚弱：“莫尘哥哥，对不起啊，我昨晚打了风四年，他估计恨死我了，可能要过一阵子。”这还是苏浅浅第一次拒绝他的要求。陆景晨心思一转转，装作关心：“肯定是那个神经病先惹你生气，阿浅浅受不了。等一切结束，你嫁给我，我一定会对你好的。你周六有没有时间？我把项链给你。”苏浅浅柔柔弱弱的答应，挂断电话，陷入沉思，却丝毫没注意到卧室的门半开着，风四年头也不回的离开。苏浅浅转头看向旁边的小女佣，问你件事：你家少爷所有的重要物件是不是都在书房？小芳第一个念头就是苏小姐是不是又要作妖，咬嘴了嘴唇：“我不知道，我们只负责照顾你。”苏浅浅让人离开，吃完馄饨和水果后，便准备开始行动。为了放轻脚步声，她光着脚踩在地毯上前往风四年的书房。苏浅浅偷偷摸摸来到书桌前，打开电脑，输密码的时候犯了难。她不记得风四年的生日，她来风家这几个月对风四年非打即骂，从没有关心过他，哪里知道他的生日和密码，试着输了好几次都不对，还剩最后一次机会，他犯难的坐在老板椅上揉脸，在老板椅上转了一圈，他灵光一现，试了一个新密码，电脑解锁了。苏浅浅没有欣喜，反打自己一下，他点开一个隐藏文件，确定键即将按下，突然巨大的开门声吓得他哆嗦了下。风四年正站在书房内隐藏的休息室门口，阴恻恻地盯着他。苏浅浅，你在犯罪！刚接完电话，吃完他做的馄饨，就跑来他的书房偷研究所的机密给别的男人。苏浅浅侧头对上风四年冰冷的目光，不明所以，梗着脖子道：“你别上纲上线，我就是用你电脑找个东西，要是直接说找视频，他的面子往哪搁？”风四年疾步走近，攥住他操控鼠标的手，做坏事还这么理直气壮。苏浅浅有点心虚，我做什么坏事了？我自己看看，顶多给朋友看个开头再鉴定一下，又没有传播，除非连造娃过程都拍到了。风四年一时气得说不出话，他是怎么这么理直气壮说出给朋友看这种话的？只要机密文件外泄，不说
说他的职位，就连苏浅浅要负法律责任，不想跟他理论废话。风四年攥着他的手腕，把他往门外赶，声音冰冷：“我只当你被孕激素影响，今天什么都没发生。”什么跟什么？苏浅浅挣脱他的束缚，别碰我！什么都没发生，我就是在你电脑上找个东西，我是违法了还是犯罪了？说罢，不等风四年反应，跑回书桌前，快速操作电脑。风四年被他震开，牵动后背的伤痕，疼得青丝了声，垂下眼睑。果然，苏浅浅还是厌恶他的触碰，他忍痛快步走到他身边，还没发作，两人在酒店房门口接吻的视频映入眼帘。苏浅浅转头扫视他，声音凶巴巴的，颇有种掩耳盗铃的意思。我就是自己看看，再让朋友鉴别一下，又没有传播，犯什么罪？我主动看算是给你面子，你别不识好歹。怎么，你想跟我一起看，再回味一下？一番话把红着耳尖的风四年说得一脸茫然。等他反应过来，苏浅浅已经点开了他的微信，找了一圈没找到自己。苏浅浅转头瞪他，你是不是根本没加我联系方式，还是把我……话还没说完，苏浅浅拍了下脑袋，靠，他忘了是他把风四年拉黑删除了。有天晚上，风四年在书房加班，他故意折腾他，给他发消息，让他送一杯65度的牛奶。风四年放下工作给他热牛奶，没有达到他要求的65度，把牛奶热到适宜入口的温度送到房间，却被他故意找茬直接泼在身上，大声怒骂：“我说的65度，你脑子被驴踢了吗？这么冷我怎么喝？你是不是想我拉肚子？”温热的牛奶呼了有洁癖的男人一身。风四年一声不吭的离开，重新热了杯精准到65度的牛奶送到他手里，烫得他拿不稳杯子，转手又泼了他一身。苏浅浅丝毫不关心他有没有被烫伤，张口就是骂：“你是猪吗？这么烫想烫死我，赶紧滚，别让我看到你！”紧接着就拉黑删除他的联系方式，还不允许他这个月喝牛奶。苏浅浅捂脸尴尬了会儿，在风四年冷眼注视下拿出自己的手机，扒拉黑名单，一个备注为强奸犯神经病的联系人出现在两人视线里。苏浅浅瞬间觉得周围气压低了好几个度，欲哭无泪的偷瞄了风四年一眼。风四年板着张死人脸，冷冷的看着他：“对不起哦。”苏浅浅侧了侧身子挡住手机，把人从黑名单放出来，火速改备注，然后快速操作电脑把那段视频发给自己，捂着脸头也不回的往外跑。风四年盯着女孩离开的背影陷入沉思。从昨晚到现在，苏浅浅一直很奇怪，之前求着他看视频都不看，现在怎么会自己主动看？难道是想拿着视频做别的坏事？苏浅浅回到卧室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视频完完整整看一遍，和剧情说的完全一样。苏浅浅心情复杂，按了暂停键。她基本已经可以确定风四年是被冤枉的了，可既然要确定，就让他死个明白。于是她又在网上高价找了网络视频方面的专家，确信了视频没有改动痕迹，完全确定风四年被冤枉的事实，也从另一方面确定自己觉醒的剧情是真实的。苏浅浅悬着的一颗心死得透透的，用脑袋撞枕头。天啊，她一个毕业没多久被辞职的社畜，放着封家千金少奶奶的好日子不过，当什么恶毒女配？封家人是怎么忍受她这么做天做地，还不把她扫地出门的？她摸了摸小腹，要不是有孩子，封家人估计早就杀她千百遍了吧？她怎么那么蠢？此剧情怎么把她塑造的那么无脑？她躺在床上用被子蒙住脑袋，烦躁地思考自己的以后。过去的事她是一点都不敢想，越想越想死。没多久，她起身找到房间里的医药箱，拿着伤药和纱布去到书房。自己以前什么样，别人不清楚，她最清楚。最发癫的时候打完风四年还不准她包扎伤口，让她自己愈合。想到这些，苏浅浅真想给自己一巴掌，连带着剧情2巴掌。她敲了敲书房的门，好几声都没人应答，握了握门把手，开门需要输密码。她想了想，输了和刚才电脑密码一样的密码，她的生日。咔嚓一下门开了，苏浅浅真想再给自己一巴掌，她都那样对风四年了，人家书房密码还是她的生日。突然脑子里涌出一个大胆的想法，难道风四年真的喜欢她？苏浅浅摇了摇头，晃出脑子里这些不切实际的想法。风四年现在要是喜欢她，就是有自虐症，当务之急是给她上药。她环视了一圈，没人，随即走到隐秘的休息室门口，打开门，黑白灰色调的小卧室里，靠墙的位置放着一张床，还有一套桌椅，简约的衣柜里挂着2、3套衣服。风四年面朝墙侧躺在床上，把自己蜷缩成一团睡着了。苏浅浅轻手轻脚的走近，把药水纱布放在一旁，随即掀开风四年身上的下凉被，手刚碰上风四年的扣子，目光便被他的脸吸引。之前天天只顾着发癫，根本没仔细打量过长大后风四年的五官，他爹的简直是极品，嘴唇一看就很好亲。犯了会花痴后，苏浅浅开始解男人的衣扣，她解的专心，丝毫没注意到男人睫毛轻微颤了颤。随着衣扣散开，男人白皙健硕的胸肌映入眼帘，一看就很好摸，痘痘还粉嫩嫩的。天啊！苏浅浅在心里土拨鼠尖叫，她之前真是脑子被驴踢了，放着极品男不调戏，天天虐待人家。她解扣子的速度加快，再往下是块状分明的腹肌，肌肉线条流畅而充满力量，腰身紧实有力。苏浅浅咽了咽口水，实在没忍住，上手摸了2把腹肌，手感太爽了。自己以前揍她的时候怎么就没注意到她的身材这么好？剧情的威力太强大，都把她控制得两眼空空了。苏浅浅摸得起劲，完全没发现睡着的男人呼吸逐渐加粗，眉头逐渐蹙起来，攥紧的手背鼓起青筋。其实风四年在他进门那刻就醒了，他原本以为装睡能少挨点打，却怎么也想不到苏浅浅居然对他上下其手。明明他之前讨厌他们有肢体接触，摸了他是不是就不会打他了？还是会打得更厉害？苏浅浅蹂躏了2把他的胸肌作为结束，绕到后面掀他的衣服，引入眼帘的全是没有处理过的青紫伤痕，遍布在白皙结实的后背上。啪的一声，苏浅浅轻轻打了自己一巴掌。苏浅浅啊，苏浅浅，你真是禽兽！风四年眉头几乎皱成川字，苏浅浅是不是在暴力基础上的了失心疯？疯起来怎么连自己都打？他到底想干什么？苏浅浅拿着棉签碎碎念：哎，小可怜，没正规医生手法精湛，凑合下吧。还没行动，手腕被猛然翻身的男人攥住，男人阴沉的眼睛盯着他，低哑的嗓音寒如冰：干什么？苏浅浅忍着被攥疼的手腕道：你先松开，别蹭到你伤口，我给你涂点药。涂药？风四年冷吃了声：是真的药吗？你如果想恶作剧折磨我，等晚上，白天被人
人看到不好。苏浅浅竖起3根手指，我发誓，我就是给你上药，真没别的意思。风4年松开他，嗓音发紧，这次还是风油精还是别的？此时苏浅浅表情僵在脸上，手上拿着棉签呆愣原地，回忆涌入脑海。之前有一次他打完风4年，在他面前改过自新说要给他上药，可是沾着药水的棉签刚碰上伤口，风4年苍白的脸瞬间就腾出了冷汗。原来是苏浅浅故意折磨他，在药水里加了风油精。那次过后，风4年伤口发炎导致发烧，卧床养了很久才好。被风4年阴冷的视线盯着，苏浅浅简直想死，坏事做多了，自己都不记得做过哪些了。于是当即忏悔，老公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以前是我不对，是我恶毒无脑，我真的悔过自新了，老公。风4年心跳漏了一拍，苏浅浅从未这样叫过自己，他不是连叫自己的名字都觉得恶心吗？不过片刻，他脸上冷意更甚，你如果无聊可以刷卡买东西，我没工夫陪你演戏。说完扯过袖子穿衣离开。苏浅浅满脸问号，刷卡买东西？突然记忆涌现，刚进风家那段时间，他为了报复风家人，一天刷爆风4年2张卡，金额上千万，可是风4年只是波澜不惊的递给他一叠卡给他刷，你开心就好。第二天风母更是给了他张黑金卡，儿媳妇要是刷累了就让经理送货上门供你选，别累到自己。想到这里，苏浅浅更愧疚了。可是风4年已经出了书房，苏浅浅只能立马追上去，一路追到客厅。老公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求你让我给你上药吧，我以后再也不做药了。客厅还有佣人在，风4年不想闹得太难看，停下脚步回去休息。话音刚落，苏浅浅一个踉跄跪在他脚边，抱着他的大长腿，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。我知道当初你是为了救我，我以后再也不恩将仇报打你了，我真的改过自新，再也不做毒妇了，我会把孩子好好生下来，你原谅我。客厅里的佣人瞬间一副吃了屎的表情，甚至有2个凑在一起擦桌子的佣人小声道，不能相信他，家暴男都是这样求情的。虽然风4年尽力捂着苏浅浅总是打他的屎，可是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，他换下来的衣物有时候甚至沾着血。2人卧室总传出苏浅浅打骂他的声音，佣人不想知道都难，也就瞒着先生太太。少爷多沉稳聪明一个帅小伙，居然娶了个家暴作精，本来性子就淡，现在估计更不好了，没一语都是亲的。苏浅浅耳力极好，哭声瞬间一停，细碎的声音在他脑海被无限放大，是家暴你，家暴你，家暴你。然而众人都没想到的是，风4年竟然直接一个转身，也跪在了地上。风4年声音轻薄又冷淡，你不用想办法挑我的错，录视频向外人卖惨也没用。苏浅浅瞬间呆愣原地，这是什么操作？风4年双手穿过他的腋下，只用双手托着他，避免其他肢体接触，把他放在沙发上，朝佣人道，送他回房。苏浅浅懊悔地站在原地，看着男人离开，以前做的坏事太多，把悔过的路堵死了。大概是1个月前，他在家闲得发慌，于是声泪俱下的假装给风4年道歉，实则偷偷录了视频。晚饭后，风4年就接到风母的电话，小兔崽子，你居然敢让你老婆给你下跪，还虐待她，你知不知道她肚子里怀着你的孩子？这下好了，你老婆把视频发到了公司官网上，不是别想安静了。他还没来得及说些什么，对面的苏浅浅就夺过他的委屈，巴巴地哭起来。我知道错了，你别打我，我以后不会了。随即一把他的手机从窗户丢下去，一脸挑衅地看着他，你还是跟以前一样好骗。回忆至此，苏浅浅没脸再面对他，失魂落魄地回房。苏浅浅心情低落地想着，想着就睡着了。再醒是被小芳叫醒，苏小姐，已经8点多了，先生太太让我问您要不要下楼一起吃晚饭，一直在等您。苏浅浅揉着眼睛起身，都8点多了。小芳扶着她，让她靠在枕头上。对，您要下楼和先生太太一起吃饭吗？苏浅浅瞬间醒神，想起自己之前干的那些破事，让2个将近半百的中老年人熬夜给她剔水果子，给他们吃爆辣的东西，不准他们开车上班，实在没脸面对他们，让他们吃吧，我在房间里随便吃点。小芳松了一口气，苏小姐也没有传说中那么刁蛮吗？楼下，风父风母听到佣人说苏小姐不下来一起吃，松了口气，端起饭碗就往嘴里扒饭。以往慢条斯理用餐的餐桌礼仪在今天全然不见。以前只要苏浅浅和他们一起吃饭，他们就只能吃青菜萝卜，大鱼大肉从来都是儿媳妇的，轮不到他们吃。只要他们伸手去夹，苏浅浅就按住他们的筷子，给他们加没有油水的青菜，淡笑藏道：人上了年纪应该吃清淡一点，不要吃大鱼大肉，对身体不好。甚至转头把吃剩的鸡腿和鱼虾让佣人端去后院喂狗。天天累死累活上班，回家只能吃些清汤寡水，天都塌了。今天总算过了一天好日子。此时的楼上主卧套间的小餐厅，亮色花瓣水晶吊灯之下，苏浅浅正坐在铺着法式蓝紫碎花餐布的餐桌前。人生在世，及时行乐呀，可不能亏待自己。一顿饱餐后，他在3楼逛着散步消食，不下楼是担心碰到风父风母两相尴尬。几圈逛下来，苏浅浅有点累，就准备回房，突然听到楼梯口有细密的动静，连忙躲到博古架后面。风父风母的声音伴随着脚步声越来越近，你确定现在去？废话，现在不去什么时候去？夫妻俩饱餐之后就心虚了起来。昨晚夜里苏浅浅晕过去，一直到今天一整天他们做公婆的都没上楼关怀过。联想到苏浅浅晚上没下楼吃饭，2人越想越不对劲，儿媳妇是不是故意不下楼挖坑给他们跳，埋怨他们不关心他，憋着大招等他们。2人你看我，我看你，站在3楼楼梯口，迟迟不敢前进。你是公公，你走前面。风母推风父，风父往后一退，你是集团董事长，家里的钱都是你赚的，你也算一家之主，你走前面。风母也往后退，我上班穿高跟鞋走的脚疼，走得慢，你走在前面。儿媳妇说什么你忍一忍，天天在单位人5人6的，一点气都不用受，在家受点气也没什么。风家内部有电梯，可以通过电梯上楼，可是自从有次苏浅浅用电梯说里面有股老人味，他俩就再也不敢用了。风母连忙从衣兜里掏出一瓶香水，往丰富和自己身上喷了点，把脖子凑到丰富面前，没什么异味吧？丰富闻了还不够，趁机亲了一口，很香，又把自己凑到风母面前，闻闻我，老人味到底什么味？咱俩还没到50，有那么老吗？
风母推了他一把，老不正经的，滚一边去！可能是儿媳妇看咱俩不顺眼，婆媳关系一直是无解的难题啊。躲在博古架后面的苏浅浅尴尬的脚趾抠地，真想再给自己以前的自己一巴掌。他那时候就是故意找事才说他们有老人味的。苏浅浅在路头偷看，两人已经你推我赶走到了主卧套房门口，压低声音互相推脱。你敲门，你是婆婆你先敲，我一个男人万一不方便进怎么办？你都敲门了，既然开了就是方便进。两人一直推脱好几分钟，看来今天这面是非见不可了。苏浅浅悄悄跑进一旁的影音室，再从里面打着哈欠出来，站在两人身后。爸妈，你们在干什么？清丽的嗓音自身后响起。丰父丰母推搡的动作顿住，僵硬的扭过头。丰母尬笑，没什么，就是想看看你身体怎么样。白天工作忙，没顾得上看你。丰父附和，对你妈说的对，工作忙。苏浅浅也挺尴尬的，没事，昨晚是意外，我身体倍儿棒，时间不早了，你们明天还要上班，去休息。现在不是忏悔的时候，得找个人都在的时候说明。丰母心底有些怀疑，儿媳妇什么时候这么善解人意了？会不会有诈？面上却笑呵呵道，没有，我们上班不累，是你怀孕辛苦了，有没有什么需求，或者需要我和你爸办的？没有。丰父一脸怀疑，真的？苏浅浅一脸认真，真的。丰母一脸试探，那我们走了哈。苏浅浅点头，您去休息吧。丰母再次试探，真走了啊？话这么说，对楼梯口已经望眼欲穿。苏浅浅推着他离开，去休息吧。丰母连忙拉着丰父逃命般离开。二老离开，苏浅浅也松了口气，心里也挺佩服以前的自己。不过嫁进丰家2个月，竟然手段厉害到把2位威名在外的人物弄成这样。洗漱完后，他坐在阳台吹风，想自己的出路。他能感觉到，即便觉醒，很多时候他还是控制不住自己的心情，总想发脾气。要不离婚，对大家都好。11点多，苏浅浅忧心忡忡地上床睡觉，突然风4年穿着睡衣进门，熟练地从柜子里拿出被褥铺在地上躺下。苏浅浅借着月光看着这个将近1.9米的大男人躺在窄小的褥子上，真是憋闷又可怜。就在两人结婚第1晚，风4年理所应当地睡在婚床上，苏浅浅直接把他踹下床，张口就骂：你一个神经病还想跟我睡一起？做梦吧，滚开睡地板去！风4年当时还有点气性，不能他说睡地板他就睡地板，去书房睡。第2天，苏浅浅跑到爸妈面前抹眼泪，说风4年不听他的话，故意气他，说日子没法过了，他要打胎离婚。风4年硬是被丰父丰母逼回主卧睡地板，一睡就是2个月。苏浅浅已经无力吐槽自己，故意不耐烦道：滚去书房睡，你的呼吸吵到我了，赶紧让张医生给你涂药，不然影响我下次孕吐打你。风4年惊异地睁开眼，往床的方向望了望，蹙紧眉头，还有这种好事？不会又在整他吧？风4年决定先按兵不动。苏浅浅恶狠狠开口，耳朵聋了。风4年，你是猪吗？睡得那么死，去书房睡。风4年起来卷起被褥往门口走，手握上门把手，听到苏浅浅叹息着，白天我没开玩笑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知道当初的事你是无辜的，算了，你也睡了我，也不那么无辜，我对你不好，为了孩子天天这么昏头过下去也不是事，咱俩还是离婚吧，你也能摆脱我这个作精。风4年握着门把的手猛然收紧。苏浅浅继续道，不过你放心，孩子我继续生，生完给你，就当弥补你，你以后给他找个好后妈。咚的一声，风4年猛地掀开门，力道大的恨不得把门卸下来，想都别想。说完又咚的一声摔门而出。苏浅浅被吓了一跳，嘟囔，凶什么凶？经过这一遭，苏浅浅再也睡不着，失眠到凌晨，于是起来逛衣帽间，不逛不知道，一逛吓一跳，主卧连着的几百瓶衣帽间全是他的东西，有他刚进丰家刷卡泄愤买的10克拉黄钻，还有批发式的高定连衣裙，更有成套的澳白、钻石、翡翠和黄金首饰，甚至有一顶上千万的黄金凤冠。可是苏浅浅找遍衣帽间也没找到，甚至没有找到结婚的酒精，想了很久才想起，大概率放在他之前租的出租屋没带来丰家，那么贵重的东西放在出租屋，苏浅浅真想给自己一巴掌。第2天一早，苏浅浅被7点的闹钟吵醒，她今早打算和丰家人一起吃早餐，说明她已经知道了事情的真相，为这段时间自己的无理刁蛮给他们道歉。就算离婚，这个孩子她也会生下来，不要抚养权，放自己和丰家自由。丰家家大业大，看在孩子的份上，总不能连酒精都收回，靠着那些酒精钱生钱，她照样能过富婆生活。1楼餐厅，丰母问，你媳妇又想干什么？昨晚我跟你爸上楼，对我俩和颜悦色，还有你今早怎么回事？从书房出来的，你昨晚睡的书房，你俩又闹离婚了。丰父苦口婆心道，丰家最重生育，结婚没多久就离婚算什么样子？外界不知道苏浅浅未婚先孕的消息，你俩要是真离婚，孩子怎么办？必须留下。你爷爷之前找大师算过，你姐和你弟命中无子，很大可能打光棍。虽然你跟苏浅浅的八字也不是那么合，福祸相依，好歹也结了婚，不能稀里糊涂黄了。当初苏浅浅和风4年结婚，就是因为大师说他们丰家这代很容易绝后，赶紧让风4年娶了苏浅浅。即便两人八字不是那么合，儿子自小患有自闭症，话少又不会说话，哄女生开心。他们家是有钱，愿意嫁进来的女生也很多，但儿子都不喜欢，见都不愿意见一眼。这万一离了婚，打一辈子光棍怎么办？所以他们苦点就苦点吧。风4年慢条斯理咽下嘴里的东西，他提了，不可能。话落，不远处传来一道声音：爸爸妈妈早上好啊。风家3人瞬间呆愣，僵硬的扭过头，穿着温柔甜美的苏浅浅朝他们走来，一改从前睡衣散发不修边幅的模样。风母夹着的灌汤包掉在餐盘里，才回过神。儿媳妇早上好。苏浅浅在风4年旁边坐下，风母眼观鼻鼻关心，连忙接过佣人拿来的碗碟，给苏浅浅盛了碗皮蛋瘦肉粥，笑呵呵的，儿媳妇吃饭。苏浅浅接过，用汤匙舀了一勺放在嘴边，僵滞的望着桌上的菜品打了个哈欠。快天亮才睡，早起打扮，有点没缓过来神。1秒、2秒、3秒，苏浅浅一直都处于呆滞状态。桌上其他3人瞬
瞬间停了吃饭的动作，小心翼翼望着他。风母看着丰富大气都不敢出一下，用眼神沟通，是不是餐点不合胃口？不会吧，这么多呢。风母在苏浅浅看不到的地方做了个掀桌的动作，眼神示意丰富做好准备。上次苏浅浅和他们一起吃晚餐，餐桌上有道醉血，苏浅浅直接掀了桌子，叉腰边哭边骂：你们不知道我怀孕了吗？让我吃蟹想让我流产吗？不想让我吃饭直说，大家都别想吃了。那碗桌上足足有10几道菜，苏浅浅手边都是厨师给她做的符合她口味的营养餐。醉蟹放在距离她最远的地方，是风母娘家送来的特产。看着苏浅浅有发作的样子，丰母自觉放下碗筷，把椅子往后挪了挪。苏浅浅注意到他们微小的动作，瞬间没心情吃早餐，放下勺子。她在封家人眼里估计跟瘟神一样，现在封家人能忍受她，完全是因为她怀着孩子，以后孩子一出生，她肯定立马被扫地出门。她放下碗筷，酝酿了会儿情绪，眼泪还没掉下来，膝盖一软，先跪在地毯上，握着风母的手，声泪俱下。妈妈，昨天我看了当初的视频，是我蠢笨，误会封4年了，我现在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不求你们原谅我，我知道我以前是阴沟里的辣椒，我在封家1天，你们就过不了1天安生日子，所以还是离婚吧，孩子我还会生，抚养权给封家，就当是我赎罪。风母被他跪得魂都快飞了，立马弹起来站远，表情发苦的给封4年使眼色，快拉你媳妇起来。封4年拖着苏浅浅的腰身拉她起来，苏浅浅推开他，走开，别碰我，然后膝盖蹭着地毯想要跪去丰富面前，我真的是诚心的，没有歪心思，咱们可以签协议签合同，我不耍赖。丰富吓得跑去风母身旁，躲在他后面，终于硬气一回，离婚不可能，封家还要面子，我们就当你是起得太早犯迷糊，今天什么都没听到。说完立马拉着风母离开，时间不早了，我们先去上班。两人走的时候，苏浅浅听到风母小声道，这孩子搞这一出干什么呢？不知道狼来了的说法，也是1次2次也就算了，还用第3次，这丫头肯定憋着劲折腾我们呢。由于昨晚基本没睡还早起，苏浅浅直接趴跪在地毯上，满脸愁苦，这可怎么办啊？封4年看着他，现在不好吗？轻飘飘的嗓音仿佛在自言自语。苏浅浅揉了把脸，神情恹恹，哎呀，跟你说不通。封4年移开视线，没有丝毫扶他起来的意思，叫来佣人把他送回房，踩着皮鞋大步离开。苏浅浅在后面喊，喂，好歹我还怀着你的崽，扶我起来能死吗？信不信我压死你的崽？封4年脚步顿住，转头看他，碰你，给你机会把我打一顿吗？苏浅浅瞬间哑口无言，讪讪低下头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以后再也不打你了，以前都是我脑残不懂事，我发誓，我刚才包括昨晚说的都是真的，离婚我也会把孩子生出来给你们，我又养不起，就当弥补你们封家。封4年猝然回头，一脸生气，想都别想，你欠我的还不清。苏浅浅一个卸力，摆烂的躺在地毯上，无力的看着男人离开。下午6点，封4年下班到家，第一时间去苏浅浅的卧室。今天上班他认真想了下，苏浅浅这2天很怪，如果不是突然相通，就是想了更高级的整人方式，可是找遍整个大楼都没看到苏浅浅的身影，最后才通过佣人知道苏浅浅出门了，还给他留了便签。封4年脸色一冷，立马拿到床头的便签，那个啥，我去出租屋了，咱们先分居一段时间，你和爸妈也能过几天好日子，你放心，证件都在柜子里，打不了胎，我不会对孩子不利。封4年把便签团成团丢在地上，绷着的脸特别难看。苏浅浅现在的鬼话一个字都不能信，她看了眼手机，面容愈发阴沉。今天周5，明天周6，是急着跑出去见陆景晨吧，让他们过几天好日子，说的比唱的还好听。丰母刚下班回来，就看到冷着脸的儿子往外走，连忙叫住他，怎么了？你媳妇又惹你生气了？封4年面无表情的丢下句没有，说完疾步离开。苏浅浅来到一室一厅的出租屋，看着屋里衣服啥的堆得到处都是，还全是灰尘，越看这个房子越不顺眼，半点没有池公馆舒适，由奢入俭难。要是以后真离了，他不会要住一辈子出租屋吧？那也太惨了。不行，他要去找结婚酒金，这么多的黄金，下辈子都不愁了。可是找遍整个房间，除了堆满的衣服，没有其他半分有财产的样子。可是自己明明记得最后时放在出租屋的呀，还有他的资产，嫁来封家到现在，他连封家给了他多少彩礼，自己有多少总资产都不清楚，天天就顾着作妖，钱都忘记算了。狗剧情真是把自己控制得太蠢了。苏浅浅正准备算算自己手里还有多少资产时，外面传来一阵敲门声。苏浅浅通过猫眼看出去，门外站着的正是剧情的男主陆景晨。苏浅浅打开门，笑得咬牙切齿，莫尘哥，你怎么来了？陆景晨租住在苏浅浅楼上，当时苏浅浅知道陆景晨租住在这个小区后，对他痴迷到不惜不要原住处的押金，火速搬来他楼下，对他死缠烂打。而陆景晨见他长得好看，便一直不接受不拒绝的吊着他。陆景晨笑笑，看见你门口多了一堆垃圾就帮你扔了，顺便看看你是不是回来了。苏浅浅侧头看，他刚刚收拾放在门外的垃圾果然不见了，装得这么细心体贴，怪不得自己之前被迷得走不动道。方便进去吗？我把项链送给你。苏浅浅一点都不想他进来，可陆景晨很敏锐，他如果一时变得太多，会被他发觉端倪，只得温和开口，请进。苏浅浅让他进来，很有防备心的没关门。陆景晨环视了一圈整洁的房子，并没有不妥，但他有一种直觉，苏浅浅好像和之前不一样了。之前苏浅浅天天给他发消息，这2天一个都没发。苏浅浅给他倒了一杯水，他坐在沙发上喝了一口，问怎么突然回来了？是不是封4年欺负你，给你气受了？苏浅浅绕过这个话题，是我在封家待得太无聊了，想出来散散心。陆景晨伸手就要去摸他的手，阿浅浅，真是委屈你了，你这么优秀，嫁给封4年那个傻子强奸犯真是可惜了。你放心，等我以后有钱强大起来，一定让你和封4年离婚娶你，都怪我现在没本事。呸，渣男，谁信谁是狗。苏浅浅假意着抹眼角不存在的目光，避开他的触碰。我现在怀了孩子，封家人不敢对我怎么样，就是孩子总是闹我，怀孕真辛苦，他一闹我就想打封4年，我们关系特别差。他有点好奇，他这样说陆景晨膈不膈应？陆景晨蹲在他面前，声音温柔，阿浅浅，你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，以后你和封4年离婚，我一定把宝宝当成亲生的照顾。接着他从
衣兜里拿出一个首饰盒，打开，里面是条银色花瓣项链。阿浅浅，你看喜欢吗？我用上个月的工资买的。苏浅浅端详了番，连925银的标识都没有，看起来像是从某西西淘的。他之前真是疯了，放着封家衣帽间的真金白银大钻石不要，反而珍藏陆景晨送的这些破烂货，脑袋真是被驴踢了。陆景晨又问喜欢吗？苏浅浅假笑，喜欢，但以后别买了，浪费钱。陆景晨准备给他戴上，话里带着试探。之前我说的那个项目，风4年有没有在你面前提过？又来了，又来了。他就知道陆景晨一联系他，见他就没安好心。苏浅浅转了转眼珠子，掐了自己一把，哭起来。莫尘哥，我本来不想告诉你，让你担心，可我和风4年的关系真的特别差。他把刚刚收拾东西擦到的印着红痕的胳膊给他看，声音哽咽，他就是人母狗样，我才嫁给他2个月。上次孕吐发脾气对他动了手，他居然打我，不准我在封家乱逛，一句话都不跟我说，更别说什么项目资料了。他本来就跟闷葫芦一样话少，什么都不说，没意思死了。要不是你劝我嫁给他过好日子，我早就跟他过不下去，这日子没法过。陆景晨闻言有些狐疑，真的，他不像是那样的人吧？之前他就调查过，两人幼时关系很好，他就是赌两人有旧情，才鼓动苏浅浅嫁去封家，方便给他联络资源。也就是苏浅浅运气好，要不是当晚遇到风4年，上了那几个大老板的床，别想完好无缺的出来。苏浅浅闻言装得更加伤心，不止这个，我腿上还有，他对我不好，我怀着孩子他都敢对我这样，以后还得了。他哽咽着抹眼泪，我摔倒在地上，他连扶都不带扶一下，看我一眼都觉得烦。呜，咚的一声，半开的铁门被人猛地推开，苏浅浅朝门口看去，对上风4年刘海之下沉冷的黑眸，抽噎声瞬间停住。男人穿着黑衬衫黑西裤，身高腿长的，就那么站在没开灯的阴暗走廊里，几乎和黑暗融为一体。冷白的面颊彰显了他的存在，阴翳的视线在他和陆景晨身上来回转，就差把抓奸2个字贴在脸上。陆景晨反应迅速，立马起身和苏浅浅拉开距离，露出得体的笑。风先生来了，是来接苏浅浅回家的吧？那我就不开导他了，他现在怀着孩子，情绪波动大也算正常，风先生多多包容。苏浅浅快速躲在他身后，攥着他的衣摆哭诉：莫尘哥，你一定要救我，他刚才肯定听到我说他坏话了，我要是被他带回去肯定还要挨打，你不能不管我，我要跟你回家。呜，莫尘哥救我！陆景晨瞬间无语，这女人怎么这么蠢，这么说赶着挨打，还跟他回家，生怕别人不知道他俩那点烂事吗？连忙装作温和的开导，乱说什么，你跟风先生才是一家人，时间不早了，赶紧跟他回家吧，哪对夫妻不是床头吵架床尾和？苏浅浅哭得惊天动地，不，莫尘哥你一定要救我，我不跟他回去，他真的会打我，你不能眼睁睁看着我往火坑里跳。台词还没说完，早已抑制不住的风4年气势汹汹上前，一把苏浅浅从陆景晨身后扯出来，冷冷的吐出来2个字：回家。说完抬脚狠狠朝陆景晨踹过去，勾引有妇之夫就是你的作风，要的就是这个效果。苏浅浅看爽了，陆景晨被踹得一个踉跄也不敢动手，眼睁睁看着风4年抱起苏浅浅。苏浅浅撒泼打混的拍着风4年的胸膛，顺手摸了几把他鼓囊囊的胸肌，继续哭喊：你个变态神经病，放我下来，我不要跟你走。嘴上这么喊，实则早就开始笑了，小声咪咪道：再踹几脚。风4年眼底闪过一抹异样，面色寒凉的拍了下他的屁股。苏浅浅大喊：你个变态，放开我，我要杀了你！一副崩溃的歇斯底里的模样。陆景晨假意想上前劝解，风4年对着他又是一脚，私闯民宅还不管。陆景晨被他的气势压得不敢多言，生怕迁怒自己，说了句抱歉，压着气匆匆离开。苏浅浅还在后面喊：莫尘哥别走，我真的会死啊，救救我！风4年又拍了他屁股一巴掌，闭嘴！苏浅浅搂紧他的脖子，态度认真的和他解释：我刚才是演戏，我现在真的知道错了，知道你才对我好。陆景晨就是想从我这里骗钱骗你们家的资源，你有没有听到他跟我打听项目资料？他前2天想让我从你那儿偷机密给他，我才不会给他。他如果知道我和你关系很差，肯定不会冒险让我偷机密，他让我偷我也不偷，犯法的事我才不干。风4年飞快的步伐慢下来，黑沉的眼里闪过疑惑。苏浅浅这次确实没偷他的机密资料，不过片刻，风4年又恢复冷沉模样，可他还是撕毁了陆景晨，他最会撒谎。苏浅浅继续道：刚才让他进门是因为救我一个人，我如果跟他撕破脸，他对我和宝宝不轨怎么办？风4年一路无言，把他放进车里。苏浅浅坐在车里又开始故意卖惨：风4年，你别生气了，我以后真的不骗你了，也不跟陆景晨来往，而且他往风4年腿边蹲了蹲，你刚才打得我屁股都疼了，我坐下都疼。风4年攥了攥手心，好像他真的跟以前有点不同。从前苏浅浅就算戏弄坑骗他也不会做出这样的神情，可是到嘴边的话变成冷冷2个字，活该，还真是武不化的冰块。不过苏浅浅谁也不怪，谁让他之前太恶劣了。他把下巴磕在膝盖上，惆怅的想自己的以后。来一趟出租屋，不仅没找到酒精，还让风4年对自己印象更差。他从口袋里找出手机，登进手机银行查余额，手机余额竟然只有1000块，不可能！他一下拍在风4年的大腿上，你们风家信托基金每月会给我打50万零花钱是吧？确定吗？他嫁风家2个月，100万都在这个卡里，怎么凭空消失了？他之前买东西泄愤都刷的风4年和婆婆的卡呀。风4年一脸冷漠的拍开他的手，查记录，对，可以查转账记录。苏浅浅查了查，2个月确实分别入账50万，但入账没多久就显示被取走了。苏浅浅急得脑袋冒汗，100万哎，这可是100万，他打10年工才能赚到，全没了。他拍了下脑袋，想起一些事，嫁进风家前他妈说要做个小手术，他把存了1万块工资的银行卡给了他妈，说了密码，如果他没记错，还给了出租屋的钥匙。苏浅浅气得咬牙切齿，100万全没了，杀千刀的。风4年无视他的声音，车子驶入赤公馆后径直下车，等在门口的风父风母走过来，连忙问人呢？你没带回来了？儿子走之后，他们问了3楼的佣人，才知道苏浅浅午后就离开赤公馆了，还说什么要分居。车里，风4年冷冷的留下这句径直进屋。风母走去车前，打开车
车门，小心翼翼道：“儿媳妇，时间不早了，你还没吃饭吧？咱们下车吃饭吧。”他违心道：“我跟你爸想了想，我们相信你早上说的都是真的，我们不怪你，你也不用觉得对不起我们要离婚，快下来吧。”苏浅浅从悲愤的情绪中回过神来，神情严肃：“妈，当初我跟风4年结婚，你们给了我家多少彩礼？